我孟玉儿，堂堂大顺国嫡公主，殿下，准驸马掉河里淹死了！短短1个月，居然克死了4个准驸马。殿下，最近准驸马喝水呛到别人淹死了！现在全顺国的人都知道我克夫，再这么下去，还有谁愿意当我的驸马呀？殿下，新准驸马迎亲前1秒突然倒地，死了！我还不如死了算了，我不是脑震荡摔出幻觉了吧？你还要摸多久？九皇叔，你不是打仗去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仗打完了，我自然就回来。那九皇叔凯旋归来，不先去向父皇禀告，跑我这儿看我热闹来了？我听闻今日燕燕纳夫，只是许久未见，燕燕你这……今天的茶是喝不上了，皇叔还是回去吧。什么？我只死了1个驸马，我今年都死了4个驸马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能不能嫁出去？燕燕，皇叔，你怎么还没？皇叔，怎么？我九死一生的从战场上回来，还抱你一下不得？小时候你可是缠着让我抱你的，真是越长大越不可爱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你也行，亲我一下。纳夫，汤圆儿，你说父皇这么着急叫我，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殿下，是不是君上又给您物色了新驸马呀？驸马？哎呀，可省省吧！我现在一听见什么纳夫呀、驸马呀，我脑瓜就疼。再死几个，我还嫁不嫁人了？哎呀，哦，哎，父皇，听说昨日白川回来，第一时间就到了你的寝宫。父皇，可能是九皇叔得知儿臣消息，太过于担心了，这才……难得他对你如此上心呐。正好，昨日父皇在朝堂上想了很久，也不知道该赏赐些他什么。你帮父王想想。什么？九皇叔一会儿也要来？怎么？殿下这是不欢迎我吗？是的。皇帝来得正巧，我正让玉儿帮我想想，该赏赐你些什么。哦，那不知殿下可想好要赐给臣什么呀？父皇，儿臣确实有一主意，赐给九皇叔最合适不过。快快说来。一座府邸。一座府邸？是啊，九皇叔现在一直以我授业恩师的名义居住在东宫偏殿，可是皇儿如今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不需要九皇叔随身教导，所以啊，一座府邸是最为合适不过的。殿下这是在赶臣出宫啊？不敢不敢，玉儿这是也在为九皇叔考虑，毕竟一个成年亲王一直住在宫里，不太好吧？新府邸不用了，先父袭将侯的府邸，臣弟一直在照料。只是呢，这后花园正在修缮，就要到冬寿后才能入住。这怎么行？也好也好，反正再过一些日子就是冬寿日了。今年照旧，还是由玉儿你来操办。是父皇。殿下，我们两个偷偷跑出来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没关系的，这公寓山是皇家猎场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殿下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小心！殿下，你不是说不会有危险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会有刺客？那怎么办啊？他们能来这儿，武功一定不低。一会儿我们分头跑，听明白了吗？3、2、1，跑！
小心！皇叔，殿下，伤口刚刚上了药，小心动作。皇叔怎么样？老阮已经被送回寝帐，暂时还昏迷不清。刺客跑了一个，另外一个重伤，御医还在抢救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。如此训练有素，知识之人定非常人。在冬狩之日刺杀楚军，能如此了解皇家行动的人，难不成？汤圆儿，替我更衣，我们去看看皇叔。好。我说了不上药。王爷，伤口不浅，不上。救皇叔！殿下，把衣服脱了。你给我出去！哎，这里好像是我的寝宫吧？只是有些轻微磕碰，没什么大碍的。疼吗？有一点儿。待会儿就好了。殿下、王爷，大理寺卿裴大人求见。不见啊！皇叔，裴大人有可能是有关于刺客的情报。见。听闻殿下和王爷被刺客所伤，可还严重？本宫只是有些轻微磕碰，并无大碍。殿下既然受伤，还是回东宫休息比较好。本宫就是来看望一下九皇叔，
一会儿便回去了。本王无恙，多谢裴尚书，好走不送。既然皇叔无碍，那裴青便随本宫回去，与我详细说说关于刺客的事儿吧。是。哎，刺客伤了多少人？除了王爷说的那名尸体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人员伤亡，需要等核查完毕才能知晓。那具尸体？哪具尸体？在殿下之前，那批刺客还杀了一名军士。一名军士？哎，好好的，你脱衣服干嘛？陛下，现在是正冬，你让我穿这么透的衣服跟你们二位聊天吗？还不过来帮我？我？啊。狼王爷与殿下虽然是叔侄关系，但毕竟男女授受不亲。如果王爷不介意的话，不如让下官代劳，替王爷更衣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有劳裴大人了。本宫先告辞了。一具军士的尸体。冬狩期间，守卫不都是3人一小队吗？就算他发现了埋伏的刺客，怎么会一个人落单呢？殿下，裴大人，有什么消息吗？卑职仔细核查了随行冬狩的所有人员名单，除了殿下和王爷，只有一个军士遇害。哦，不过那个军士的脸好像被凶手毁去了。脸被毁了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殿下，没事没事。如果说那个遇害的军士是无意间撞破了刺客的埋伏，所以遭到刺客的灭口，那刺客为什么要毁他的容？直接把人杀了就好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裴大人，仵作检查尸体时，可有脱掉衣服检查？殿下，这尸体明显是受刺客的刀伤而死，所以大理寺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吩咐下去，仔细检查一番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具尸体应该是个女尸。穿着皇家禁军的服饰，又被刺客毁了容，还是个女人。你说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殿下，刚刚那具女尸可吓死我一个小宫女了。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小时候不是经常跟我一起看《我们斩首》吗？那是以前有殿下您陪着我呀。最近那个狼王爷老来找你。那具尸体虽然被刺客毁了容，你最好说点有用的。我国女子呢，并非不能从军，而且从某些方面上来说，这女子从军呀，比男兵的待遇还要好。如果这具尸体单纯是从军的话，那没有必要女扮男装。所以啊，我建议可以从女尸的身份上下手。可是女尸的容貌被毁了，我们连她到底是不是军中的士兵都无从知晓。此次冬狩筛选极其严格，而且随行的女子不多。
如果细杀的话，应该不难查出。我原本以为他只是碰巧遇到了刺客，可这么一想，似乎是有内情的。你觉得会是什么？那我又不是女尸，你问我，你还不如去梦中问女尸得。我就知道你正经不了多久。你说那刺客杀女尸是有意的，还是无意的？这个呀，还真得好好去问问那具尸体。裴不和，殿下，刺客的身份已经查明。这次这么快？那是自然，上次没有及时查明女尸的身份，本就是我们大理寺的责任。那裴某自然是要给大理寺挣回一些颜面。少贫嘴了，说正事儿吧。虽然这次被活捉的刺客还没有苏醒，但是殿下还记不记得早年？殿下可是找到了什么证据？还请交给下官。这是席白川的玉佩，他的玉佩落在凶案现场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殿下可是找着了在下的玉佩，不妨让下官认一认。这真是你的玉佩吗？这正是下官的玉佩。老王爷的玉佩为何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？不知道呢。王爷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玉佩是什么时候呢？也不知道呢。我想可能是此地太过于寒冷了，王爷有些冻着，说不定去大理寺暖和一下，王爷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你说席白川真的跟那具女尸有关系吗？可狼王爷为什么要自己动手去杀那个女尸呀？对呀，席白川想杀个人，犯得着自个儿亲自去吗？难道是有人栽赃陷害？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可是我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一块玉佩而已，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？丢了就丢了呗。再者说了，他怎么就确定那块玉佩一定在贡玉山呢？
桃花浅深处，似云深浅妆。他开的这么好，你摘它干什么？能博得美人一笑，那便是物得其所。叶，你说是吗？父皇不是说让皇叔离宫养伤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燕燕真是好记性啊！哎，皇叔受伤了，陛下让皇叔在宫里养伤，康复再离宫。那皇叔的伤什么时候好？不知道呢。哎呀，燕燕是一点都不关心皇叔的伤势呀。皇叔在大理寺那是受尽磨难。我看皇叔活蹦乱跳好得很，等你躺下了，我再关心你也不迟啊。燕燕，你是真的没有良心啊！哎，皇叔是看你在案件上毫无思绪，才想着这次来帮你一把。你帮我，你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。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刺客是冲你而来？女尸是撞见了刺客才被灭口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刺客有可能是冲着女尸而来的？刺客是冲着女尸去的？你一直觉得刺客是刺杀你的，那是因为你具有被刺杀的资质。但女尸为什么要被毁去面容呢？如果只是无关轻重的人，是否又多此一举了？对呀，如果只是为了杀人灭口，何必要如此麻烦呢？过来，变聪明了。你少来！还有，我问你，你的玉佩为什么会在现场？这个……说实话，你少拿对付佩不和那条对付我。啊，行吧。案发现场，当天我在那里。我本想阻止刺客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那佩不和问你的时候，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？我就是想逗逗他。你等一下，这么一想，我成冤大头了呀！明明是你射出玉佩惊了刺客，而我跟汤圆只是恰巧路过，这我不是替你背黑锅了吗？多年不见，这脑子又聪明了点啊！西白川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怎么了？常昭仪正在东宫等着你呢。常昭仪，月儿在忙些什么呢？还不是最近的毁容女尸案闹得我头疼。君上也真是的，那么残忍血腥的案子，也让你一个姑娘家去查。能替父皇分忧是月儿的荣幸。就你会说话。对了，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藤萝饼，特意拿过来，你尝尝。昭仪娘娘手艺这么好，一定好吃的。慢点，别噎着。爷爷，你怎么又从我卧室里出来了？刚才那位常昭仪怎么我看着面生呢？你当然没见过，她入宫的时候你在外面打仗呢。这位昭仪娘娘原来是潇湘梦的舞姬，1年前宫宴献舞时被父皇看中，便纳入了后宫。她本姓常，父皇赞其貌美，便赐封号常。如今已有身孕，只等诞下皇子，便可荣升为妃了。那你们关系还挺好的呀。她比我大不了几岁，所以平时也算聊得来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都怪你，我把正事忘了。汤圆，我们走。哎，燕燕，你去哪儿？
殿下怎么这时候过来？我来看看尸体。裴大人，你来。裴大人，可看出什么？这是潇湘梦舞姬专有的标记。没错，没想到裴大人对潇湘梦也颇为熟悉。京城的所有东西，有什么大理寺不知道的呢？也是，你看这手腕处的痕迹，是长期佩戴饰品所留下来的，就像潇湘梦的舞姬那样，他们需要佩戴铃铛。据我所知，当日东狩的队伍里确实有潇湘梦的武器。没错。殿下，下官还有一个疑问。你说。如果殿下是凶手，那么您毁掉这尸体的面容是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为了掩饰死者的身份啊。可梅花印能够证明死者身份，如果想要隐瞒，为何不将这印记直接毁掉？你是说，有人要陷害潇湘梦？潇湘梦是帝都影响力最大的歌舞坊，能够成为他们的专属标记，就算是普通的梅花，也一定有非比寻常、无法假冒之处。明日找人验验便知。殿下，狼王爷来了，说是接殿下回宫。西白川？狼王爷来的还真是及时啊。殿下，殿下啊！殿下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事，走吧。殿下，又怎么啦？原来皇叔也会怕冷啊。汤圆，你先走一步，去把九皇叔的偏殿锁起来。啊，殿下，这不太好吧？没事，让你去就去，快。哦。九皇叔。好，我让汤圆提前锁了你的偏殿。九皇叔呀，九皇叔，今天你就好好在外面冻上一夜吧。哼。汤圆姑娘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汤圆姑娘为何将我们王爷的偏殿给锁起来了？这天寒地冻，万一王爷冻出个好歹来，汤圆姑娘你的罪责可就大了。这我知道，汤圆姑娘你一定是受了殿下的嘱托，可我们王爷啊，报复心极强，他呢自然是不敢对殿下做些什么。
可是对汤圆姑娘你，这可就不好说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告辞了。一边是我们的殿下，一边是小心眼儿的王爷，可为难死我一个小宫女了。阿诺，给本王更衣。居然把本宫当成你的美貌侍妾。皇叔，你不应该解释一下你为何会出现在我的榻上吗？我的偏殿昨晚不知道被谁给锁上了。你的寝殿锁上了，你就来我这儿吗？那我的偏殿都被锁了，我又没地方去，总不能跟皇兄睡一块儿吧？殿下，殿下，奴婢什么都没看到。回来，大清早的出什么事儿了？裴大人派人回来。哦。裴大人派人进宫来请殿下去大理寺，这是大事了。什么？裴大人还说让王爷也过去。本王也要去。汤圆儿，裴大人有没有说大理寺出了什么事儿？昨晚停尸房忽然起了大火，等到他们发现时，火势已经控制不住了。停尸房？是啊。糟了。尸体没了吗？化为灰烬。查，给本宫查起火的原因。殿下，这绝对不是意外。先不说帝都地处寒地，鲜少发生火灾，就说这停尸房里放置了防腐冰棺，要将3寸厚的冰棺融化，再将里面的尸体烧毁，仅凭一场大火，绝对不可能完成。裴大人的意思是？裴大人的意思是，有人故意纵火，好一场毁尸灭迹。胆敢在大理寺内纵火焚尸，我倒要看看谁的胆子这么大！殿下，5年前的白马寺纵火案，难道说，真的是浮游刺客团？之前裴某还没有证据，可是今天大理寺发生了火灾，有这么大能耐的，除了浮游刺客团，裴某实在想不出还有第2个解释。裴大人，吩咐下去，彻底搜查现场。是。原本以为只要找人鉴别梅花印是否出自香香梦，就能知道无头女士的真实身份，没想到对方总能抢先一步。难道我身边真有内鬼？你现在急也没有用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现在就找个中厅，喝个小茶，吃个早点，等他们搜索出结果了再做决断。皇叔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你当然可以闲情逸致了。未必跟我没有关系啊。你什么意思？的确和狼王爷有莫大的关系。裴大人的意思，火是我放的。没错。不，皇叔昨晚一整晚都跟我在一起啊。一整晚？不是一整晚。燕燕的意思是，皇叔半夜不睡觉，先去大理寺放了一把火，再跑回你的寝殿和你睡了一整晚。正是如此。不然，这块代表狼王爷身份的腰牌落在停尸房，又作何解释？你的玉佩呢？在你手上。你知不知道，单凭这块玉佩，我就可以按律将你收监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狼王爷看来又要在大理寺屈尊几日了。来人，将狼王爷请下去。大理寺是立法核心，大理寺卿公正严明，相信不会冤枉了本王。不过，能不能先容许本王自我辩解一番？王爷有话直说。腰牌的确是本王的，不过是本王借给下属去办事儿的。借于何人？所办何事？
什么？你让安离带走了无名女尸？没错，那具尸体现在就在我的府邸上。真的吗？那停尸房里的是什么？一具木偶罢了。太好了！九王爷，你竟敢派人擅闯大理寺，偷走尸体！我要不这么做，昨天晚上被烧毁的就不是一具木偶，而是你们破案的唯一线索。你知道有人会放火毁尸？知道呀。那你为何不救本官的停尸房？你知不知道重新修葺需要花费多少功夫？人力物力不说，单说去吏部拿银子，那其中可谓困难重重，艰险无比，甚至还不一定能够拿得到，最终说不定还要本官自掏腰包。你既然能够将那具尸体救下来，那为何不能将本官的停尸房也给救下来？关我什么事儿呢？裴大人，您节哀。皇叔，等等我，我们去看尸体吧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明明知道户部侍郎怀大人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，要想从他手里抠走一个子儿，那可是要做好头破血流的准备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让我手下的人昨晚还吹了一阵风，助长了一下火势，让那停尸房烧得更彻底一些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报裴大人当日请我大理寺一游的恩情，礼尚往来而已。这男人记起仇来也太可怕了吧！奇怪，九皇叔怎么每次都能预先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？元宵宫宴烟花爆炸是他提前一步将自己带走，朱雀街18家马车连环撞也是他提前一步疏散了人群。这次他竟然还能提前知道有人要放火毁尸，接二连三，难不成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殿下是不是在想，为什么我每次都能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？皇叔怎么知道？那是因为本王博览群书，学富五车，风水占星、卜卦算命皆有所涉猎。殿下要不要我给你算算姻缘呀？谢谢皇叔，不必了。哎，亏我都想好了该怎么跟你说呢。九皇叔还真是有些奇奇怪怪的癖好。说到癖好，殿下还记不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府邸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皇叔，你不许说那件事儿。我绝不会再提那时已年满5岁的嫡公主殿下在我府邸尿裤子这件事儿。皇叔，你……谢冰泉，是你跟陛下提的吧？席将侯在世时舍身救了先帝一命，封了个异姓王，这席白川便成了我的九皇叔。可如今我这九皇叔不过双10出头，便手握40万重兵，又深得军心民心，正所谓功高震主啊。那皇儿的意思是？陛下说我在外征战多年，念我辛苦，让我这次回来就不用回去了。我念陛下圣恩，昨日已去兵部交了兵权，从此便做个闲散王爷，也可以安心做你的老师了。希望我是小人之心吧。那皇叔便去过清闲日子吧。是啊，你已经积极成年了，都可以纳夫了。王爷，您找我？告诉殿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才阿诺参见嫡公主殿下。阿诺，阿诺，给本王更衣。本王的府上全部都是男子，并非殿下所想。我的周边全是些美貌侍婢，
不是就不是，这种事儿为什么要跟我解释？哎，我是越来越理解不了皇叔的思维了。殿下叹气，所谓何事？啊，没有没有，皇叔，我们去看女尸吧。罚你扫1个月茅厕。啊，王爷，不是您叫我来的吗？我出现的不是时候。哦。殿下，皇叔自幼就教你，遇事切不可急躁。我要是焦躁的话，这会儿我就冲进去了，还能在这儿踱步啊？殿下就是殿下，当然不可用常理述之。皇叔，你找那工艺师靠谱吗？放心，这潇湘梦的梅花印就是由他亲自设计的。没想到皇叔这么了解潇湘梦啊！殿下常年在宫中，有所不知，这九王爷可是潇湘梦的常客，都城都传言这潇湘梦是在九王爷的庇护之下，这才发展得如此顺风顺水。大理寺卿什么时候开始说一些无凭无据的风言风语了？看来是下官失言了。本王听说大理寺的佛像年久失修，要不明日本王派一些人去修理修理。好了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干嘛说这个？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样？这尸体上发现的梅花印绝对是潇湘梦的专属标记。你确定？绝对没有假。配不合，安排下去。一会儿我们去会会潇湘梦。是。燕燕，我觉得你这次不要想得太好。皇叔何出此言？如果那女子真是潇湘梦的，为何过去了这么多时日，潇湘梦那边却一点消息也没有？皇叔的意思是，这潇湘梦不一定会配合我们。说不定这潇湘梦和那浮游刺客团呀，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参见殿下王爷，花姨已经带到。奴家参见殿下王爷。不知今日各位大人到访，所谓何事呀？花姨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回大人，奴家真的是有所不知。那我问你，冬寿日贡玉山上，可是你带着舞姬上山的？回殿下，正是奴家。那你们下山时可有发现少人了？没有。你确定？十分确定。为皇家表演那是大事，自接到圣谕起，潇湘梦上上下下便是严阵以待。那日冬寿，奴家亲自挑选20名舞姬上山，3日后也是奴家亲自带着舞姬下山的。哦，那便有意思了。王爷，什么意思？阿离。是。这，你且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们潇湘梦的梅花印呀？回王爷，此印确实是我们潇湘梦的梅花印。你说，你亲自带着20人下山，可为什么死者身上也有你们潇湘梦的梅花印？王爷，民妇所说句句属实，如未有半句谎言，愿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了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返程时那20名舞姬都在吗？大人，若是当初从贡玉山回潇湘梦的舞姬真是少了一个人的话，那不用等各位大人传唤民妇，民妇也早就将此事上报给大理寺了。这花姨的回答简直滴水不漏。对了，各位大人，
当初带去贡玉山的20名舞姬，都有在大理寺登记在册的。如若各位大人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前去查探一番呀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裴大人，可有名单？有。那就劳烦裴大人去确认一趟。是。裴大人，怎么样？20个人都在，一个不少。怎么会这样？皇叔说的对呀，想从这群人嘴里套出点什么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也不是全无所获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最起码我们能确定华爷这次并没有撒谎。怎么可能嘛？皇叔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若潇湘梦的人真的和福佑刺客团有联系的话，那花姨肯定也就知道这具女尸已经在昨晚的大火中被毁去了。可我们刚刚拿出从女尸身上踏的梅花印之时，那个花姨只有惊慌，却没有一丝疑虑。难道说真的跟潇湘梦没有关系？那我们的线索不是全断了？不然，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。裴大人，你怎么也开始卖关子了？至少花姨刚刚替我们确认了一件事儿，那就是那具女尸手上的梅花印确实出自于潇湘梦。可是这具女尸并不属于那20个舞姬之列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偷偷扮成了舞姬，混上了贡玉山？而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20名舞姬里一定有她的内应。那还等什么？裴不和，去把那20个人叫过来。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着急。现在我们手上没有一点证据，如果此时贸然行动的话，只会打草惊蛇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已经有计策了。裴大人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殿下，如果真的是那20个舞者中的一个将受害者带上贡玉山，那为什么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那个人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你是说那个人跟福佑刺客团有关系？不一定，但不管他们有没有关系，那个人肯定知道他带上山的那个人已经遇害，而且现在朝廷正在全力抓捕凶手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以刺客的口吻给那20个舞姬全都留了一张纸条，威胁他们在今晚5时晨曦见面。所以只有那个人知道纸条的意义。没错，其他不知道内情的舞姬肯定会以为这是哪个无聊的客人留的纸条，没有银子，他们绝对不会赴约。但知道内情的那个人就不一样了，不管他和福佑刺客团有没有关系，他都一定会赴约，因为他害怕。所以我们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。没错。殿下，快看！哎，他怎么往城郊去了？不是城西吗？糟了，殿下，你快去找人，我跟上去。好。
奇怪，他为什么往城郊的方向走？难道说他收到的不是我安排下去的纸条，而是真正凶手的纸条？不管了，希望殿下能够及时搬到救兵。小心！他真的能未卜先知？小心！快走！哎，没事吧？九王爷！哦，哎！起来，没事吧？我们先走。殿下，裴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亏王爷及时赶到。他人呢？他还在和刺客缠斗。好，那你们先进去。是。走。九皇叔，你回来了。爷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我没有。那你刚刚是什么？哎呀，反正我没有担心你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女心儿。17日的时候，你也在贡雨山上。是，民女是灵武。既然你是灵武的话，那你想要带一个人上山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？那日上山的根本就不止20个人。你利用职务之便偷藏了一个人上山，对吧？可是当下山的时候，你却发现那人不见了。或许你听说了山上闹刺客，害怕担责任，所以就把这事隐瞒了下来。本宫没说错吧？民女知错了，民女真的知错了，殿下饶命。所以，那个人是谁？是冬儿。冬儿，也是潇湘梦的舞伎，是我的好姐妹。那你为什么帮她？她说，让我带她去献舞，可以领赏赐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不见的？就是我准备领舞的时候，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她。后来，听说殿下遇到刺客，冬儿还是没回来，我就想肯定是出事儿了，我很害怕，我也没敢说。不对，你们潇湘梦发现人少了，花艺就没追究吗？是我骗花艺说，看得冬儿逃跑了。那他就没有派人去找吗？花艺早就想把冬儿赶走了，冬儿姿色平平，这些年也没给花艺挣什么钱，前阶段还惹了个大麻烦。麻烦？什么麻烦？就是前几天有个客人来喝酒，喝醉了，摸了他一下，他竟然把人脑袋给砸破了，害得花艺又是道歉又是赔礼的。这丫头疯疯癫癫的，说有人要害她，要杀她，差点把客人都吓跑。
那个客人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听着像是昭陵的口音，带了把刀，还穿了一件黑衣服。昭陵人士，一身黑衣，还带着把刀。浮游刺客团。殿下，东儿就因为得罪了前来寻欢的刺客团，就被他们杀了。目前来看，是这样的。这刺客团费尽心思，就为了杀一个得罪他们的舞姬，甚至不惜潜入皇家狩猎团。浮游刺客团本身就是一群变态，他们性格扭曲，以施虐为乐，在他们眼里，人的生命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只要在他们死前，他们自己本身是快乐的就好。一群变态。殿下，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您觉得惊讶，是因为您鲜少接触这类案件。可是，在裴某眼里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稀奇的。是吗？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吗？殿下，既然现在案情已经明了，那群刺客并不是刺杀你而来，而是为了报私仇，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结案了？嗯。奇怪，裴普和一向办案严谨，为何这次连我都察觉到有大量的疑点，他就这么着急结案呢？这次东首刺客案侦破得如此之快，大理寺和皇儿功不可没呀！父皇大大有赏。谢父皇。这次皇帝也帮了不少忙啊。没事儿，成帝最近闲来无事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今天皇兄高兴，一会儿陪皇兄多喝一杯。承领命。殿下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啊。也是，殿下刚刚破了大案，又被陛下赏赐，怎么会心情不好呢？我只是在想一些刺客案中的疑点。还有疑点吗？比如说，你觉得是谁在大理寺内放火烧尸呢？肯定是那个跑掉的刺客啊。那他都跑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放火呢？他肯定是以为他烧掉了尸体，殿下您就查不出死者的身份，就查不出他们的身份，这样他们就能顺利的逃之夭夭。也对啊，浮游刺客团并不知道我们一早就知晓他们的身份，所以他们肯定想回来毁尸灭迹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奴婢说对了吗？奴婢没想到，奴婢的脑子也有能帮到殿下的时候呢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说那个女尸，她既然是舞姬，为什么要穿着禁军的衣服呢？还有裴普和。我早就和你说过，裴普和不是什么好人。